3毫克致命，炖鸡汤随手加了它，鸡汤变毒药，27岁小伙险丧命。这天眼瞅着一天比一天凉，温补这件事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这天一冷，人就想吃点热乎的，尤其是热乎的鸡汤，最是滋补身体。27岁的小张作为一名合格的打工人，天天疲于奔命，忙碌在工作之中，时间一长，身体就有点受不了。于是他请了个假去看了看中医，大夫给他号完脉之后开了一些药，然后叮嘱小张多吃温补的东西，鸡汤就可以。小张喝了一段时间汤药，感觉好了很多。等到周末终于有时间给自己搞搞吃的，就赶紧买了一只小母鸡来炖。看到自己还有点中药没吃完，觉得不能浪费，就随手加到了鸡汤里。这下可坏事了，小张喝完鸡汤没多久就觉得天旋地转，之后就开始哇哇吐，吓坏了的家人们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。了解到情况之后，大夫重重的叹了口气，原来鸡汤是没有问题的，问题是小张加的那味中药。是什么中药这么大劲，让小张差点地狱一日游呢？是药三分毒。咱们老是听这么一句俗话，是药三分毒，其实有时候不仅仅是三分毒，有的中药本身就是毒药，如果没有掌握好用量的话，分分钟得去给阎王当牛马。这种差点送走小张的中药就是附片。对于阳虚怕冷的朋友，附片应该并不陌生，去看中医基本上都会在药方里看到它的身影。附片的功效非常强大，具有强大的温阳作用，可用于治疗阳气虚脱、四肢厥冷、脉微郁绝等危急重症。它有补肾阳的功效，可以治疗因肾阳虚导致的怕冷、腰膝酸软、女子宫寒、痛经等因肾阳虚导致的症状。曾经看到网友说，有的 ICU 病房里就是用附片人参汤吊着只剩一口气的病人。还有一个新闻说，一位老中医用附片把一位癌症病人治好了，但是后来那个人恩将仇报，把人家给告了。附子、人参都是中医急救的常用药，因为人参有大补元气的功效，同时中药附子也可以治疗寒湿骨病，尤其是老年人的风湿骨病以及各种里寒症。附片这种东西用好了可以治病救人，用不好直接给人带走。附片是一种有剧毒的中药，所以必须要炮制加工，降低毒性才能够内服。其主要功效是回阳救逆，是中医急救的常用药。说到毒性，附片中的毒性主要是乌头碱，这种东西在一般情况下仅3毫克就能致命，而处理不好的附片中乌头碱的含量是安全用量的几倍几十倍。这种毒药广泛的存在在植物中，是一种生物碱，它的毒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对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损害上。它会影响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，导致神经系统症状，如口舌及四肢麻木、全身紧束感等。同时，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更为严重，可能引起心律失常、血压下降，甚至导致心脏骤停，危及生命。摄入乌头碱后，中毒症状通常会在短时间内出现。早期症状可能包括恶心、呕吐、腹痛等胃肠道反应，这是身体对毒素的一种自然反应。随着毒素的进一步吸收和扩散，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症状会逐渐加重。如果不及时治疗，中毒者可能会陷入昏迷、呼吸衰竭，最终导致死亡。想要用好附片，就要严格控制用量，应根据病情和个体差异，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使用附片，避免过量使用。在使用附片期间，应密切观察身体反应，如出现异常，应及时停药并就医。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，附片经过正确的炮制，可以降低其毒性。在使用附片时，要严格根据病情进行合理的配伍，才能减轻其毒性和不良反应。如果你用附片之后有过敏反应，如皮肤瘙痒、红肿等，赶紧问大夫啥情况。阴虚阳亢者也不宜使用附片，以免加重病情。是药三分毒，与常人是毒药，与病人是良药。关键在于医师的运用。中医对疾病的观念是阴阳的失衡出现的一个个症状，治病的原则是利用药物的偏性来调理身体的失衡状态，平衡了病也就好了。2. 越来越邪的中医养生。吃附片中毒的事情，小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近几年大家的养生意识越来越高涨，电视台上的养生节目也越来越多。比如之前某位大师说喝绿豆汤就能治大病，结果他自己50多岁死了。
很多人不了解中医和中药，但是道听途说某种中药好，就拿来熬汤或者泡酒。不少男士觉得用中药泡酒可以治疗风湿病或者其他疾病，在没有询问中医的情况下就拿中药泡酒，结果经常出现中毒送医的情况，基本元凶还是乌头碱。中医火了，不少商家闻着味就来了，打着中医养生的旗号，夸大产品或服务的功效。他们声称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可以治疗各种疾病，甚至包括一些疑难杂症。其实这些产品或服务往往并没有经过科学的验证和临床试验，功效也无法得到保证。还有一些所谓的中医养生专家，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中医专业知识和资质，却在各种场合发表一些不科学的养生观点和建议。比如下图这位经常改名字换身份的老太太，这些观点和建议不仅没有科学依据，而且可能会误导人们的养生观念，让人们采取错误的养生方法。一些中医养生机构也存在着不规范的经营行为，他们在没有取得相关资质的情况下，擅自开展中医养生服务，而且服务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。这些机构往往缺乏专业的中医医生和设备，无法为消费者提供真正有效的中医养生服务。种种情况下，本来对中医很有好感的人们觉得中医都是骗人的，于是对于中医的看法两极化越来越严重。有用的觉得中医是华佗在世，没用的觉得中医就是害人的，看病还是要看西医。其实出现这些问题，主要还是因为中医的门槛太低，随便上个培训班就敢说自己是中医医生。一些没有专业知识和资质的人也可以轻易的进入这个行业。这些人缺乏对中医理论和实践的深入了解，只是凭借一些道听途说的知识和经验，就开始从事中医养生服务。他们的服务质量和效果无法得到保证，容易给消费者带来误导和伤害。中医养生乱象可能带来的危害是不容忽视的。这些虚假的养生产品和服务可能会延误消费者的病情，导致病情加重。一些消费者在听信了虚假宣传后，放弃了正规的治疗方法，转而选择了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养生产品和服务，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，反而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。想要更好的身体是每个人的心愿，但是想要合理的养生，还是要询问专业人士的意见，不要道听途说，以免越养越虚。3. 中医 vs 西医。虽然中医乱象很多，但是咱们还是不能一竿子打死，觉得所有中医都有问题。中医看起来很玄乎，其实就相当于现代学科里一些常用却无法完全证明的经验公式，而且是祖辈们几千年的经验积累。当时的科学不足以解构所有医学行为的原理，所以老祖宗们为了便于学习和使用，创造了一些抽象的概念来对已知的经验进行归纳。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分析中医各种抽象概念背后的物质原理，来让中医正规化，而不是因为看不懂就一昧的把中医归为封建迷信，否定它。中西医最大不同在于，西医的发展是建立在生物学这类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，以此为根基来发展身体上每一种组织、器官甚至细胞，逐渐剖析然后应用，有点先学或者先发现原理，再思考应用的味道。中医的话主打一个用，一代代传下来的全是经验，有用我就给你记下来，至于原理啥的剖析的其实不算太深，更多的是为了传承才在用的基础上反推一套自己的体系，背后涉及到的自然科学有时候甚至自己都没搞透彻，但实用是真的实用，毕竟几千年攒的经验，但归根到底中西医二者背后其实也都是自然科学，只不过能互相转化的还为数不多。就好比青蒿素，青蒿素的发现与分离就是中西医在本质上是共通的最好例子。这样的例子可能受科技水平影响，目前不太多，但以后随着科技水平提升会越来越多，所以没必要盲目崇拜或者贬低某一领域，各自有各自的历史，各自也有各自的擅长。总结，医学最终就是治病救人，治病救人的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各种医学的精华集合起来，让疗效最大化。仅从中医院那里听的，基本总是中西医结合一个主题。传统中医管用，但是确实原理听起来有点玄乎，如阴阳五行。而医学的最好出路就是取中医的精华，
与西医的精华结合，加上科技的助力，以现代医学来治病救人。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，都要严格按照医生开的药方进行服用，这样才能保证身体的快速恢复。